音乐不在于音符之中，而在于音符之间的寂静。要成为天才，无需高超的智慧，亦不用丰富的想象力，更不需要两者兼具。爱，爱，爱，这才是天才的灵魂。我不理会任何人的褒贬，我只跟随自己的感觉。当我完全是自己，完全孤独，或在夜晚无法入眠时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我的想法最流畅，最丰富。这些想法从何而来，如何而来，我不知道，也无法强求。能言善辩是一门伟大的艺术，但同样伟大的艺术是懂得适可而止。如果认为我的艺术实践对我来说已变得轻而易举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亲爱的朋友，没有人像我一样如此用心地研究作曲。几乎没有一位著名音乐大师的作品是我没有经常勤奋地研究过的。今晚陪着我，你必须看着我死去。死亡的滋味我早已尝在舌尖上，我闻到了死亡的气息。如果你不留下，谁会站在我的康斯坦泽身旁呢？一个才华平庸的人，不管他走到哪里，都将继续平凡；但是才华超群之人，如果永远停留在同一地方，将会崩溃。我坚持的不是别的，是你应该向全世界展示你不害怕。如果你选择沉默，那就沉默，但当必须发生时，就发生，并以某种方式发生，让人们记住。什么比一支长笛更糟？两支长笛。当我们仔细考虑死亡时，会发现它其实是我们存在的真正目标。在过去几年里，我与这位人类最好最真诚的朋友建立了如此密切的关系，以至于死亡的形象不仅对我不再可怕，反而非常抚慰和安慰我。旋律是音乐的精髓，我将一位好的旋律家比作一匹优秀的赛马，而对位法的作曲家则比作驽马。因此请听我的建议，让好就是好。记住这句意大利谚语 Chi sa più, meno sa。 知道最多的人其实知道最少。请原谅我，陛下，我是一个粗俗之人，但我向您保证，我的音乐不庸俗。我们的财富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，随我们而逝，除非有人砍下我们的头，那样的话，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再需要它们了。然而，激情不论是否猛烈，都不应该表达到令人厌恶的程度。音乐，即使在最恐怖的情境中，也不应该对耳朵造成痛苦，而应该抚慰和吸引它，从而始终保持音乐的本质。我亲爱的姐姐，发现你做的曲子如此动听，我感到惊讶。总之，你的歌曲非常美丽，你必须更频繁地作曲。当我感到舒适和心情愉快，或者当我开车兜风，或饭后散步，或者夜晚我无法入睡时，思绪就像你所愿那样轻易涌入我的脑海。你知道我会沉浸在音乐中，可以这么说，我整天都在思考它。我喜欢实验、学习、反思。我并不是漫不经心，但我已准备好迎接一切，因此我可以耐心等待未来存储的一切，我将能够忍受它。他们可能会因为我这么小，这么年轻，认为我身上不会有伟大和品味，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，如果你真有那股天分，它会不由自主地冲出来，折磨着你，到最后它终将爆发，让你在不加思索中把它表达出来。这当然是一门金钱婚姻，仅此而已。我不想进入这种婚姻，我希望让我的妻子快乐，而不是通过她来实现我的幸福。如果你愿意跳舞，我亲爱的伯爵，我将在我的小吉他上为你弹奏旋律。我最谦卑地求你继续爱我一点，并且忍受这些贫乏的祝贺，直到我为我的小而狭窄的脑壳制作了一些新的抽屉，在那里我可以保存我仍然打算获得的脑力。
我想知道为什么懒惰对许多年轻人如此受欢迎，以至于无法通过言语或惩罚劝阻他们。相信我，我不喜欢懒惰，但喜欢工作。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是为了总是勤奋学习，通过讨论彼此启迪，并努力促进科学和艺术的进步。我是那些将继续做下去的人，直到所有的事情都结束。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，让我了解到死亡是开启我们真正幸福之门的钥匙。我的康斯坦泽是诚实善良的莫扎特的贤惠、可敬、谨慎和忠诚的宝贝。我无法写诗，因为我不是诗人。我不能用精美的艺术词句投射光影，因为我不是画家。我无法通过手势或默剧表达我的思想和感受，因为我不是舞者，但我可以通过音调，因为我是音乐家。当我乘坐马车旅行，或在一顿丰盛的餐后散步，或在夜晚无法入睡时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刻，灵感最为涌现且丰富。然而，激情无论是否剧烈，都不应该表达到引起反感的程度。音乐，即使在最恐怖的情境中，也不应该对耳朵造成痛苦，而应该抚慰并吸引它，从而始终保持音乐的本质。确实，为音乐作诗是不可或缺的，但仅为押韵而押韵最为有害。我所知的心事仅此而已。莱比锡的诗人赫尔格勒特先生去世了，自他去世以来便未再写过诗。就如同人们对待我，我也对待他们。当我看到一个人轻视我，对我充满蔑视时，我可以像孔雀一样骄傲。在这里，我们绝不能妄自菲薄，这是大忌，否则就结束了。谁最无理，谁就有最大的机会。能够想到主耶稣，我以谦卑且孩童般的信心接近他，他为我受苦并死去，他会用爱和同情看待我，这对我来说是巨大的安慰。我生活在一个音乐很少成就的国家，尽管我们除了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外，仍然拥有令人钦佩的教授和特别是具有坚实知识和品味的作曲家。多么悲哀！这些伟大的绅士们会相信任何人告诉他们的事，而不愿意自己判断。但情况总是如此。当我思考这个话题时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意大利这样给予我如此的荣誉或如此高的评价，而且没有什么比维那不勒斯写意大利歌剧更能增加一个人的名望了。我的唯一娱乐就是跳英国脚舞和做杂技动作。意大利是一片沉睡之地，我在这里总是昏昏欲睡。我希望永远不会以这种方式结婚，我想让我的妻子幸福，但不想通过她来致富，所以我会让一切顺其自然，享受我的黄金自由，直到我有足够的财富可以养家糊口。快乐的中庸之道，万物皆真，不再被认知或珍视。为了获得掌声，人必须写出如此空洞无聊以至于能在手风琴上演奏，或如此难以理解以至于没有理智的人能够理解他们的东西，尽管正因为这样，他们很可能会受到欢迎。在我看来，一个未婚的男人只享受了一半的生活。至于学生，我可以随意选择多少，但我不打算接受太多。我打算比其他人收费更高，所以我希望学生更少一些。一开始稍微保留一点是明智的，否则就完蛋了。你必须和其他人一起走平凡的道路。我的父亲是大都会教堂的大师，这让我有机会随心所欲地为教堂写作。以上是我们这一期的智慧格言，哪一句是您最喜欢的？请留言告诉我们，别忘了按赞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会。